这里是离昆明市不远的弥勒市的东方韵小镇。这个艺术小镇里有很多奇形怪状的建筑，吸引了很多游客的到来。这次正好经过，顺便参观一下。弥勒市和弥勒佛这两个字是一样的，但是据说并没有什么关系。据说弥勒市的气候是非常适合养老的，所以很多人来这里旅居。这次没有在弥勒市逗留，直接来到了东方韵小镇。这个小镇是一个新兴的旅游小镇，属于国家4A 级景区，门票60元，景区交通车往返20元，坐车去看一看。您好，欢迎乘坐东方韵小镇观光车，行程约1.4公里，中途设国际艺术中心停靠。沿途看到的景色有观景的栈道，还有风车。景区交通车可以停2站，很快就到达了第1站，感觉也就1公里左右。其实来东方韵小镇5、6月是最好的，因为这里有大片的薰衣草花园，这里还有东方的普罗旺斯之称。不过现在这些花田里都没有花儿。继续坐景区的交通车前往下一站，主要的景点都在下一站。其实整个的景区交通车也就1公里多，感觉没必要坐，所以打算回来徒步。这里有个文创一条街，这是个书店，里面的格局还比较有特色。现在国内有很多地方的书店都被打造成了网红书店。继续在这条街上逛一逛，游客非常少，几乎没人。这是个卖文创小礼品的。这条街的河对面就是非常有特色的建筑了，猛一看有点东南亚的风格，红砖建筑。这个就是网红打卡地。这是文创街这边的水池广场，都是由碎瓷片，好像是青花瓷的感觉。文创街这边也有一些餐饮娱乐设施，不过没有什么人。设计得很别致的绿地广场。弥勒属于亚热带地区，所以有一些热带植物。现在走到了东方韵小镇的核心地带，这里叫做万花筒艺术庄园。这里有几组建筑，最醒目的就是前面这个，造型非常特别。这是云南的一个建筑艺术家罗旭设计的。外形的设计既像是个酒瓶子，又像是火焰。因为据说这里盛产葡萄酒，所以有点像酒瓶状。另外这里是彝族的所在地，所以建筑像彝族的火把节的火焰。当然如果你充分发挥想象力，也可以想象成别的东西。好像几个门都关着，没有进去。从这个角度来看看这个建筑，还挺大的。看看这造型，
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个建筑被吸引到这里来的。这个角度更像是东南亚的感觉。旁边还有个半朵云艺术家会客厅建筑，这里边可以免费参观，看看里面的感觉。这里被打造成了一个高档的咖啡厅，或者说是酒吧，名曰艺术家会客厅。抬头看看建筑的顶端，应该就是细细的小口，透光用的。这里面环境真的不错，非常有格调，里面的价格当然也会贵一些。据说弥勒这边也盛产葡萄酒，所以这里很像葡萄酒庄园，非常别致的艺术品造型。从会客厅出来，这边门外也有很多的小店，很多地方都非常适合摄影拍照。湖对面还有像是酒店的建筑，总体感觉这边非常有艺术氛围。现在刚刚3月初，这里的气温也接近27、28度了。不知道5、6月这里薰衣草盛开的时候会不会很热？再从这个角度看看建筑，感觉酒瓶子的数量还真多。农垦纪念碑。游览完万花筒艺术庄园，准备徒步沿着湖往回走，中间又路过了这个像印章的建筑群，也有很多餐饮小店儿，价格不贵。湖这边有喷泉和鲜花，在这里休息休息还挺有度假的感觉。这个东方韵艺术小镇几乎所有的建筑都是由红砖做的。湖的对面有一片花海，不过不是这个东方韵小镇的景区。湖边还有皮划艇、划船的项目，对面是另外一个景区。这边的湖边没有安排栈道，有很多树木遮挡。右侧就是一片巨大的花海，但是现在没有花儿，好像都刚刚开始种。湖边有个非常醒目的粉红色的风车，风车像是个亭子，可以休息。所以如果在景区里不坐景区的交通车，单程半个小时足够了。总体感觉这个东方韵艺术小镇比较有艺术氛围。平时的价格60元确实有些贵，
如果要来，就等到薰衣草盛开的时节来吧。最后用无人机来欣赏一下这个艺术小镇和周边的风光。